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特朗普计划利用美国城市进行军事训练，面临法律挑战。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特朗普总统于9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向高级军事将领发表讲话，提议将美国城市作为军事训练场，并部署美军应对他所称的来自内部的入侵。这一提议将芝加哥等民主党执政的危险城市列为重点目标。国民警卫队本周已开始向俄勒冈州波特兰和田纳西州孟菲斯部署。俄勒冈州官员已提起诉讼，指控政府滥用行政权力，行动基于极度夸张的借口。这一计划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军事力量不干预国内事务的传统，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和公民军事关系担忧。这将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军民关系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多位宪法学者警告，此举可能违反治安官法关于限制联邦军队执行国内法律的规定，并可能开创军事化治理的危险先例。韦伯望远镜发现超级木星系外行星周围富含碳的圆盘。据 Ars Technica 报道，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首次对距地球625光年的超级木星系外行星 CTXB 周围的造月盘进行了详细测量，发现该圆盘富含碳元素。这个碳负极盘含有乙炔和苯等分子，但缺乏水蒸气。研究团队使用韦伯的中红外仪器探测该系统，揭示了这个可能的卫星诞生地。研究结果已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这一发现挑战了现有的卫星形成模型，因为在缺乏水分的碳氢化合物环境中，卫星的形成机制可能与木星伽利略卫星系统完全不同。这对我们理解太阳系外卫星形成会带来什么革命性启示？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这表明宇宙中可能存在化学成分截然不同的卫星系统，为寻找的外生命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特朗普提议对外国电影征收关税，可能会影响新西兰电影业。据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特朗普总统9月29日在 Truth Social 发文宣布，将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的电影制作业务被其他国家从美国偷走了，就像从婴儿手中偷糖果一样，声称电影业正在快速死亡。新西兰作为我的世界和阿凡达等大片的制作地，这一政策可能对其电影产业造成重创。这项激进政策将彻底改变全球电影制作的经济版图，迫使制片商在成本和市场准入之间做出艰难抉择。这将对好莱坞主导的全球电影产业链造成什么连锁反应？”电影行业分析师指出，100%关税将大幅提高发行成本，可能导致跨国合拍片停滞，并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花旗集团预测，到2029年 ，IT 巨头将在 AI 基础设施上投入超过2.8万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花旗集团已将科技巨头到2029年的人工智能相关基础设施支出预测从此前的2.3万亿美元上调至超过2.8万亿美元。这一修正基于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的激进早期投资，以及企业对 AI 日益增长的需求。自2022年底 ChatGPT 发布以来引发的 AI 热潮推动了这股投资浪潮。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巨头持续大力投资数据中心，以支撑 AI 增长。这一天文数字的投资规模创下历史纪录，显示出科技行业对 AI 技术的空前压注，但也引发了投资泡沫和回报不确定性的担忧。如此巨额的投资能否真正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和技术突破？科技投资专家指出，虽然 AI 潜力巨大，但如此快速的资本堆积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企业需要更清晰的盈利路径来证明这些投资的合理性。巴基斯坦与白宫加沙计划划清界限，支持穆斯林集团的声明。据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10月1日明确表示，白宫公布的加沙和平计划不是我们的文件。他强调，巴基斯坦希望涵盖的一些关键领域尚未被纳入，如果未被涵盖将会得到解决。
据 Axios 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朗普与穆斯林领导人达成协议草案后进行了谈判，并促成修改。这一20点计划原本由特朗普与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等8个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共同讨论制定，但最终版本的变化让巴基斯坦感到被边缘化，凸显了中东和平进程中大国博弈的复杂性。这种单方面修改协议的做法会对中东和平谈判的可信度造成什么损害？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这种背离多边共识的行为将严重削弱美国作为调解方的中立形象，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在未来谈判中更加警惕和不信任。6. 中国推出新签证吸引外国科技人才。据环球网报道，中国自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的 K 签证政策，专门面向年轻科技专业人才。这一签证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 STEM 领域专业人士在无需中国雇主担保或邀请函的情况下进入中国，提供多次入境、更长有效期和延长停留时间的便利。中国国务院于8月14日宣布修订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增设 K 签证类别，申请者需满足相关部门设定的资格要求并提交证明文件。这一政策恰逢美国提高 H-1B 签证费用之际推出，被视为中国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的战略性举措，彰显其吸引国际顶尖科技人才的决心。这一签证新政能否真正帮助中国在全球科技人才竞争中扭转劣势？移民政策专家认为，虽然 K 签证消除了雇主担保障碍，具有创新性，但中国长期依赖本土人才的文化传统、语言障碍和职业发展限制，可能使其更多停留在象征意义层面。实际吸引力仍需观察。7. 果园主通过药物治疗和改变生活方式缓解糖尿病。据印度快报报道，一位果园主通过综合采用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干预，成功实现了2型糖尿病缓解。根据美国生活方式医学学院的研究，充分密集的生活方式干预，特别是采用以全食物植物性饮食为主的饮食模式、运动和睡眠管理，其效果可与减肥手术媲美。2025年发表的案例研究显示，一名有30年糖尿病史的66岁轻度肥胖男性患者，通过定制化综合生活方式改变，实现了糖尿病缓解。这一案例证明，即使是长期糖尿病患者，也可能通过非手术方式逆转病情，挑战了糖尿病不可逆的传统观念。这种生活方式干预模式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并降低糖尿病医疗负担？内分泌专家指出，虽然案例令人鼓舞，但生活方式干预需要患者高度自律和长期坚持，在缺乏医疗支持系统和健康教育的地区，推广仍面临巨大挑战。药物治疗依然是大多数患者的现实选择。8. 韩国因担心美国承诺而增加国防开支，以实现自力更生的军事目标。据美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1日誓言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引进各种高科技武器，以建设更加自主的军事力量。韩国计划在2026年将国防预算增长2%。这一决定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引发人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质疑背景下做出的。李在明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政治家论坛上发表讲话，强调韩国将在美韩同盟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此前，美国曾要求盟国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但韩国国防部强调，首尔已是美国伙伴中国防开支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转变反映出韩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深切担忧，标志着长达70年的美韩军事同盟进入重新定位阶段。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会否导致东亚同盟体系全面松动？国际安全专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削弱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可能促使日本、韩国等国家寻求独立核武能力或转向其他安全伙伴，从而彻底改变东亚地缘政治格局。9. 加沙战争愤怒加剧，欧洲与以色列关系紧张。据多伦多星报报道，随着加沙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欧洲与以色列的长期盟友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欧盟于9月17日提议暂停与以色列的贸易优惠，并对以色列极端主义部长和暴力定居者实施制裁。数十万民众在布鲁塞尔等欧洲主要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德国总理默茨近期也改变了传统立场，公开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这标志着欧洲对以色列态度的历史性转变，从二战后的坚定支持转向日益强硬的批评立场，反映出欧洲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和人道主义关切。这种关系恶化会否导致西方对以色列支持出现根本性裂痕？中东政策分析师指出，如果欧盟真正实施贸易制裁和文化体育禁令，将标志着战后欧以关系的历史性断裂，可能迫使以色列在国际孤立和政策调整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苏维达的德鲁兹人寻求自治并转向以色列。据多伦多星报报道，叙利亚政府军今年夏季进入德鲁兹少数民族聚居的苏维达市，试图重新控制这个多年来半自治的地区，结果却适得其反。7月发生的针对德鲁兹平民的教派袭击，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引发了德鲁兹社区的强烈反弹。许多苏维达民众现在要求在联邦制下实现某种形式的自治，少数群体甚至呼吁完全分裂。9月20日的集会上，示威者挥舞以色列国旗和德鲁兹精神领袖谢赫穆瓦法克塔里夫的照片。德鲁兹武装人员身穿带有以色列国旗徽章的背心。这一转向以色列的趋势为叙利亚本已复杂的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也反映出少数民族对叙利亚临时政府保护能力的严重失望。德鲁兹人转向以色列会否引发叙利亚更大规模的族群分裂危机？中东问题专家担忧，如果德鲁兹社区真的寻求与以色列建立更紧密联系，可能刺激其他少数民族效仿，导致叙利亚进一步碎片化，并为以色列扩大再续影响力提供借口。谷歌确认侧载功能仍将保留在 Android 系统上。据 Highs 报道，谷歌10月1日确认 Android 系统的侧载功能将会保留，但从2026年起将要求所有应用开发者通过身份验证，即使是通过第三方 APK 安装的应用也不例外。这一政策将于2026年9月首先在巴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实施，随后于2027年在全球推广。谷歌声称此举是为了打击恶意软件和金融诈骗，因为分析发现互联网侧载应用的恶意软件数量是 Google Play 商店的50倍以上。F-Droid 等替代应用商店警告称，这些新规可能会扼杀开源应用生态系统。尽管谷歌一再强调侧载功能不会消失，但强制开发者验证的要求实质上给这一 Android 系统长期以来的开放特性套上了枷锁。这种变相限制会否最终让 Android 走向与 iOS 同样封闭的道路？科技政策专家指出，强制开发者验证虽然打着安全旗号，但实质上赋予谷歌对所有 Android 应用的审查权，可能扼杀小型开发者和开源社区，让 Android 逐渐失去相对于 iOS 的开放性优势。高盛高管报告称，随着投资者从美国转向多元化，1000亿美元资本流入亚洲。据路透社报道，高盛亚太区不包括日本总裁凯文斯尼德10月2日在新加坡表示，过去9个月亚洲不包括中国吸引了约100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全球投资者正在寻求超越美国市场的多元化配置。斯尼德在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上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关税威胁和供应链风险正在重塑全球金融格局。这一资本流动趋势反映出投资者对美国市场过度集中的担忧，以及对亚洲新兴市场增长潜力的重新评估。值得注意的是，这笔资金主要流向中国以外的亚洲市场，显示出投资者在寻求增长机会的同时，也在规避中国市场的风险。这种资本转移会否标志着美国金融霸权开始出现实质性动摇？金融分析师认为，虽然1000亿美元相对全球资本市场规模并不巨大，但这一趋势若持续，可能削弱美元资产的主导地位，促使亚洲金融市场加速成熟，并挑战纽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塔利班当局切断了阿富汗全国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据 TechRadar 报道，塔利班9月底下令在阿富汗全国范围内切断光纤互联网和移动数据服务，造成几乎完全的通讯中断。监测机构 NetBlocks 确认流量水平已降至正常水平的约1%，显示出这次中断的空前规模。塔利班声称此举是为了防止不道德行为。
但随后又改口称是因为旧光纤电缆磨损需要更换。这次断网严重影响了航空、银行、电子商务和在线教育等部门。联合国和人权观察组织均发出抗议。对于已被剥夺受教育权的阿富汗女性来说，互联网曾是她们获取知识的最后生命线。如今这条通道也被彻底切断，将她们推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史无前例的全国断网会对阿富汗社会造成什么不可逆转的伤害？国际人权专家警告，长期断网将使阿富汗进一步与现代世界隔绝，摧毁数字经济和远程工作机会，尤其会让女性彻底失去最后的教育和就业渠道，加深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14. 沙特阿拉伯以550亿美元收购美国一电。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联合美国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和前总统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 Affinity Partners， 以550亿美元收购游戏业巨头一电公司，创下史上最大私募股权收购纪录。这笔交易以每股210美元现金完成，较交易披露前的股价溢价 25%， 预计将于2026年6月完成。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此前已持有一电 9% 的股份，此次收购将使其完全控制这家 FIFA 战地和模拟人生系列的制作商，这是沙特2030愿景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将游戏产业打造为经济多元化的支柱。但库什纳的参与引发了关于政商关系和国家安全的激烈争议。这种由主权财富基金主导的游戏产业收购会对全球娱乐产业格局产生什么颠覆性影响？游戏产业分析师担忧，沙特等中东资本大举收购西方游戏公司，可能导致游戏内容受到政治审查，并引发欧美国家对文化主权和数据安全的强烈反弹，可能促使各国出台更严格的外资审查法规。15. 土星卫星土卫2雨流中发现的有机分子表明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据卫报报道，科学家通过重新分析卡西尼号探测器的历史数据，在土卫2冰下海洋喷射出的雨流中发现了新型复杂有机分子，显著增强了这颗土星卫星可能具备生命存在条件的证据。华盛顿大学研究员法比安·克伦纳主导的团队在10月1日发表的研究中确认，从土卫2南极裂缝喷出的微小冰粒中含有生命基本构建模块，这些有机分子来自深藏在冰壳下的液态海洋，表明土卫2内部可能存在支持生命的化学环境。然而，科学家强调适宜居住与已有生命是两个概念，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土卫2存在生命。这一发现为未来专门探测土卫2的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撑。人类是否应该立即启动专项任务来确认土卫2是否真的存在生命？天体生物学家认为，土卫2具备液态水、有机分子和能量来源三大生命要素，是太阳系中最有希望发现的外生命的天体之一。但探测任务需要突破采样和防污染等技术难题，预计至少需要10年准备时间。16. 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与 OpenAI 合作开发 AI 基础设施。据韩民族日报报道，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10月1日与 OpenAI 签署合作协议，将为其5000亿美元的 Stargate 项目提供先进存储芯片，并在韩国建设数据中心。双方计划将 DRAM 晶圆产能提升至每月90万片。OpenAI 将与2家韩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建设初始容量20兆瓦的数据中心。三星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全球高带宽存储器市场近 80% 的份额。这一合作巩固了韩国在 AI 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受此消息影响， SK 海力士股价飙升至25年新高，三星股价也大幅上涨。这标志着全球 AI 基础设施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韩国芯片巨头凭借技术优势一举成为 AI 时代的关键供应商。这一合作会否让韩国在中美科技竞争中获得独特战略优势？科技产业分析师认为，掌握 AI 芯片供应链使韩国成为中美双方都需要争取的对象，但同时也可能让韩国陷入地缘政治夹缝，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和技术出口管制的风险。17. 由于特朗普和国会未能就资金问题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关闭。据晨报报道，
由于特朗普总统与国会未能在9月30日午夜前就2025财年预算达成协议，美国联邦政府于10月1日凌晨正式关门。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政府关门，约75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机场安检、海关等关键岗位人员虽继续工作，但也暂停发薪。特朗普与共和党、民主党领导人9月29日在白宫的会谈未能取得进展。副总统万斯会后表示，双方分歧仍然很大。这次关门凸显了华盛顿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两党在预算优先事项上的僵持，让普通联邦雇员和依赖政府服务的民众成为牺牲品。这次政府关门会持续多久？对美国经济造成什么连锁损害？预算分析专家警告，如果关门持续超过2周，将严重影响 GDP 增长、消费者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历史上最长的35天关门曾造成110亿美元经济损失，本次关门可能带来更严重后果。18，Einride 融资1亿美元，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做准备。据瑞典报纸报道，瑞典自动驾驶卡车初创公司 Einride 于10月1日完成约1亿美元融资，投资方包括资产管理公司 Ict Ventures 和量子计算公司 IonQ 等新老投资者。这轮融资使 Einride 估值突破10亿美元，较2021年4亿欧元估值翻了1倍多，正是跻身独角兽行列。Einride 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加速自动驾驶和电动卡车技术部署，扩大全球业务版图，并增强专有软件平台。虽然新闻标题提到纽交所上市准备，但公司官方尚未公布具体 IPO 计划和时间表。在特斯拉等巨头纷纷押注自动驾驶的背景下， Einride 的商用卡车自动化路线正吸引越来越多资本关注。自动驾驶卡车能否比乘用车更快实现商业化并颠覆物流产业？交通科技专家认为，卡车在高速公路等封闭场景运行更适合自动驾驶技术落地，但司机工会阻力、监管障碍和基础设施改造成本可能延缓大规模商用。预计至少还需5到10年才能看到显著市场渗透。19，Meta 将利用 AI 聊天数据进行定向广告。据9to5Mac 报道，Meta 公司10月1日宣布，从12月16日起将开始使用用户与其 AI 工具和聊天机器人的互动数据来个性化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的广告投放。这意味着用户与 Meta AI 聊天机器人讨论的任何话题，例如询问家庭度假规划建议，都可能导致相关旅游公司的广告出现在 Instagram 信息流中。Meta 在隐私政策更新中强调，这些数据将用于个性化广告和内容推荐。截至2025年5月 ，Meta AI 月活跃用户已突破10亿，显示出其 AI 野心的巨大规模。这一政策将 AI 聊天从私密对话工具转变为广告监视系统，引发了严重的隐私担忧。用户的每一次 AI 互动都将成为商业变现的数据来源。这种将私密 AI 对话商业化的做法会否引发用户大规模流失和监管重拳打击？隐私倡导者警告 ，Meta 此举彻底模糊了人机交互与商业监控的界限，可能违反欧盟 GDPR 等隐私法规，并导致用户对 AI 助手产生信任危机，最终削弱整个 AI 聊天产业的发展。20，政府关门导致美元下跌，创22年来最大年度跌幅。据 CNBC 报道，由于美国联邦政府于10月1日正式关门，美元指数当日早盘下跌超过 0.2%， 使其有望创下22年来最大年度跌幅。政府关门是因为参议院短期拨款法案未能通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领导的民主党人与特朗普政府陷入僵局。同日公布的 ADP 私营部门就业数据意外转为负增长，进一步打压了美元信心。虽然美元在日内稍后收复部分失地，但政府关门引发的不确定性持续压制美元走势。这是美国近7年来首次政府关门，叠加疲弱就业数据，使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和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担忧急剧上升。美元持续疲软会否动摇其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引发国际金融秩序重组？货币分析师指出，虽然单次政府关门影响有限，但如果政治僵局常态化导致美元长期走弱，可能加速各国央行减持美元资产，
增持黄金和其他货币储备，从而逐步削弱美元霸权。21. 新的成像方法可视化帕金森病脑组织中的纳米级 alpha 突触核蛋白聚集体。据《自然》杂志报道，科学家开发出名为 ASA-PD 帕金森病聚集体高级传感的创新成像方法，首次实现了对人类死后脑组织中纳米级 alpha 突触核蛋白低聚物的大规模可视化。研究团队结合自发荧光抑制技术和单分子荧光显微镜，成功突破了传统成像方法的局限，能够在组织样本中生成详细的 alpha 突触核蛋白聚集体分布图谱。alpha 突触核蛋白异常聚集形成的路易小体是帕金森病的主要病理特征，但此前科学家难以在纳米尺度上观察这些毒性聚集体的形态和分布。这项发表于《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为帕金森病早期诊断和药物开发提供了革命性工具。研究人员表示，该方法也可应用于阿尔茨海默症等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这种纳米级成像技术能否真正实现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并改变治疗策略？神经科学专家认为，虽然该技术目前仅适用于死后脑组织分析，但如果能开发出活体成像版本，将彻底改变帕金森病的诊断时间窗口，使患者在神经元大量死亡前就能获得治疗。22. 以色列袭击后，美国保证卡塔尔安全。据黎明报报道，特朗普总统10月1日签署行政命令，承诺将卡塔尔遭受的任何武装攻击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一前所未有的安全保证是对9月9日以色列空袭多哈哈马斯领导人事件的补偿。该袭击造成5名哈马斯成员死亡，并引发卡塔尔强烈抗议。行政命令声明，美国将保障卡塔尔领土完整和主权免受外部攻击。但由于是通过行政命令而非参议院批准的共同防御条约发布，其约束力相对较弱。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特朗普向卡塔尔方面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在他们的土地上。这一举措将卡塔尔置于美国安全伞之下，但同时也让美国陷入与盟友以色列的微妙对立，凸显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纠葛。这种单方面安全保证会否导致美以同盟关系出现历史性裂痕？中东问题专家指出，特朗普为安抚卡塔尔而对以色列设置红线，可能引发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强烈不满。如果未来以色列再次对卡塔尔采取行动，美国将面临保护卡塔尔还是纵容以色列的两难选择。23. 美国与乌克兰分享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情报。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批准情报机构和五角大楼向乌克兰提供针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情报支持，用于长程导弹打击。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授权此类目标设定援助。美国还要求北约盟友提供类似支持。美国同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和梭鱼导弹等远程武器系统。这一重大政策转变标志着美国从被动防御援助转向主动攻势支持，直接瞄准俄罗斯经济命脉。尽管特朗普此前曾表示要结束乌克兰冲突，但这一决定显示其对俄政策正在强硬化，通过削弱俄罗斯能源收入来迫使其谈判。这种升级援助会否引发俄罗斯核威慑，并将冲突推向失控边缘？军事战略专家警告，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设施将跨越莫斯科的红线，可能促使普京动用战术核武器或对北约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使局部冲突演变为全面对抗。24. 印度深潜救援艇虎视 X 在南海成功与盟军潜艇对接。据 Dainik Bhaskar 报道，印度海军深海救援潜艇虎视 X 于9月21日至25日在南海参加太平洋救援2025演习 XPR-25 期间，成功与韩国和新加坡潜艇完成对接。这是印度首次在南海进行外国潜艇救援演习。演习从最新服役的印度自主研制潜水支援舰 INS Nistar 上展开，超过40个国家参与了这次为期10天的演习。印度海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这次对接展示了印度海军不断增长的救援能力。在中国声称拥有南海主权的敏感水域进行此类演习，明显具有战略示威意味，展现印度在印太地区与美国盟友的深化合作。
这标志着印度海军从区域力量向全球海洋力量的转型，也是对中国在南海扩张的战略回应。印度在南海展示军事存在会否引发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地缘战略分析师警告，印度在中国后院展示潜艇救援能力，虽然名义上是人道主义演习，但实质上加强了美印澳日四方安全对话在南海的联合军事存在，可能刺激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海上行动。25. 英国政府要求苹果公司提供用户数据以保障国家安全。据 BBC 报道，英国内政部10月1日再次向苹果公司发出命令，要求获取用户加密 iCloud 备份数据的访问权限。这是继今年早些时候首次尝试失败后的第二次要求。英国政府援引调查权利法案，声称需要访问这些数据以保障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今年2月首次提出要求后，苹果于7月被迫在英国禁用了高级数据保护功能，使英国用户无法享受端到端加密的完整 iCloud 备份。尽管英国在8月一度撤回该命令，但如今再次提出同样要求，引发了全球隐私保护倡导者的强烈抗议。电子前沿基金会和互联网协会警告，英国的做法开创了危险先例。一旦苹果为英国创建后门，全球所有用户的数据安全都将面临威胁。英国政府的这种反复施压会否最终迫使苹果妥协并摧毁加密技术的根基？网络安全专家警告，如果苹果屈服于英国压力创建加密后门，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更多威权政府提出类似要求，最终彻底瓦解全球互联网用户的隐私保护屏障，使数十亿人暴露在政府监控之下。26. 毅力号火星车发现火星上存在古代微生物生命的有力证据。据 SPAC1.com 报道，NASA 毅力号火星车在杰泽罗陨石坑发现名为下岩瀑布的岩石样本，包含迄今为止最清晰的火星古代生命迹象。这块红色岩石上布满类似罂粟籽的深色斑点和独特的白色豹纹环状结构。初步分析证实存在有机分子构成生命的碳基分子。科学家在《自然》期刊发表的同行评议论文中指出，这些矿物质可能是数十亿年前微生物化学反应的产物。该岩石由古代湖底沉积物形成，富含粘土、有机碳、硫、氧化铁和磷等生命关键元素。虽然这些矿物也可能通过非生物过程形成，但多种生命指标的组合令人振奋，为火星曾经存在生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证据链。这一发现能否最终证实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形式？天体生物学家强调，虽然证据令人鼓舞，但只有将样本带回地球进行精密分析才能最终确认。NASA 计划的火星样本返回任务将成为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但可能要等到2030年代才能实现。27. 基因研究揭示了自闭症的不同形式。据 NBC 新闻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员瓦伦沃里尔领导的团队10月1日在《自然》期刊发表研究，通过基因分析发现童年晚期或青春期确诊的自闭症患者实际上患有不同形式的自闭症，而非较轻症状。普林斯顿大学和西蒙斯基金会的平行研究识别出4种生物学上截然不同的自闭症亚型，每种都有独特的临床特征、发展路径和基因特征。研究团队分析了超过5000名儿童的数据和230多种特征，将自闭症分为社交和行为挑战型、混合型、半发育迟缓、中度挑战型和广泛影响型4类。这些发现颠覆了自闭症是单一谱系障碍的传统观念，揭示其背后存在不同的遗传机制和神经生物学基础。这种亚型分类会否彻底改变自闭症的诊断和治疗方式？神经发育专家指出，识别不同自闭症亚型将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使患者获得针对其特定生物学机制的个性化治疗。但临床应用仍需大规模验证研究和新型生物标志物检测技术的支持。28. 美国政府入股加拿大矿业公司 Lithium Americas。据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政府9月30日宣布将收购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Lithium Americas 公司 5% 股权，并在该公司与通用汽车的合资企业中另持 5% 股份。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向彭博电视台证实，政府将通过无成本认股权证获得这些股权。
这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关键矿产自给自足战略的一部分。该公司正在内华达州北部开发萨克帕斯锂矿项目，预计将成为北美最大锂矿之一。首期项目计划于2027年底投产。通用汽车去年以斥资6.25亿美元收购该公司38%股权，获得首期全部产量和第二期20年产量的购买权，足以供应160万辆电动汽车。受此消息影响， Lithium Americas 股价单日暴涨35%，这标志着美国政府从旁观者转变为直接参与者，以国家力量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政府直接持股私营矿企会否开启资源民族主义的新浪潮？能源政策专家指出，美国政府入股锂矿企业虽然有助于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可能扭曲市场竞争，引发其他国家效仿，最终导致全球资源争夺战加剧和保护主义抬头。29，在 ALS 患者中观察到的自身免疫反应为该疾病提供了新的视角。据 Stat 新闻报道，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10月1日在《自然》期刊发表研究，首次证实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患者体内的免疫细胞会攻击神经元中的 C9orf72 蛋白，触发加速神经细胞死亡的炎症反应。研究发现 ，ALS 患者对 C9orf72 蛋白的免疫细胞反应平均强于健康对照组。而 CD4+ T 细胞可能减少有害自身免疫反应，并减缓 ALS 进展。这种保护性 T 细胞反应在预期生存时间较长的患者中最强。C9orf72 基因突变是最常见的遗传性 ALS 病因，约占病例的 10%。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 ALS 作为纯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传统认知，将其重新定义为具有自身免疫成分的疾病。为治疗开辟了全新方向，将 ALS 重新分类为自身免疫疾病能否带来突破性治疗方法并挽救患者生命？神经免疫学专家认为，如果 ALS 确实具有自身免疫性质，现有的免疫抑制疗法和单克隆抗体药物可能被重新用于 ALS 治疗，但需要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预计5到10年内可能看到首批免疫疗法获批。30，最高法院将决定总统是否可以罢免美联储理事。据 CNN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0月1日同意审理特朗普总统能否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的案件，这将成为检验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宪法对决。特朗普今年8月以抵押贷款欺诈指控试图解雇库克，但联邦法官裁定他可以保留职位。最高法院暂时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让库克继续任职直到明年1月口头辩论。根据联邦储备法，总统只能在有正当理由证明存在不当行为时才能罢免理事。在美联储112年历史中，从未有总统成功罢免过在任理事。这一案件将决定美联储作为独立机构的命运，也将考验最高法院是否会继续扩大总统权力。此前，特朗普已在最高法院支持下罢免了多名拜登任命的独立机构负责人。如果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可以随意罢免美联储理事，会否摧毁央行独立性并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宪法学者警告，允许总统政治化美联储将使货币政策沦为党派工具，削弱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和利率飙升，最终重创美国经济并削弱其全球金融领导地位。31，台湾成为俄罗斯半导体石脑油最大买家。据 News 18报道，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10月1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台湾进口了价值13亿美元的俄罗斯石脑油，较2024年同期增长 44%， 月均进口量达到2022年水平的近6倍，成为全球最大俄罗斯石脑油进口地区。石脑油是生产半导体行业所需化学品的关键原料。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至2025年6月，台湾已累计进口680万吨俄罗斯石脑油，价值49亿美元，占俄罗斯石油产品出口总额的 20%。国营台湾中油公司是全球已知的最大俄罗斯石脑油买家。尽管台湾公开声称支持乌克兰并参与对俄制裁，但实际上却在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巨额资金。这一虚伪立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
台湾这种表面支持乌克兰，实则资助俄罗斯的两面行为，会否损害其国际形象和西方支持？地缘政治分析师指出，台湾的双重标准可能削弱美国及盟友在台海问题上的道义支持，也为中国提供了台湾虚伪的宣传武器，最终可能让台湾在中美博弈中更加孤立。32，教皇利奥14世呼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继承教皇方济各的环境遗产。据 ABC 新闻报道，美国首位教皇利奥14世10月1日在气候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向各国政府施压以保护环境，强调破坏自然世界与基督教信仰不相容。他严厉批评那些嘲笑谈论全球变暖的人的气候怀疑论者，重申我们无法爱看不见的上帝，却伤害我们能看见的创造物。这位前枢机主教罗伯特·普雷沃斯特自今年5月当选以来，明确表示将继承教皇方济各的环境遗产。他赞扬梵蒂冈安装太阳能板和改用电动车辆来减少碳足迹的努力，并在7月主持了新的照料受造界弥撒，谴责导致地球燃烧的生活方式。作为首位美国教皇，利奥14世将环境正义置于其教宗职责的核心，试图动员全球12亿天主教徒成为气候行动的推动力量。首位美国教皇的气候立场能否改变美国保守派对气候变化的抵触态度？宗教社会学家认为，虽然利奥14世的美国身份可能让其环境呼吁更有说服力，但美国天主教徒在政治上严重分化，保守派信徒可能继续将气候行动视为自由派议程而拒绝接受。33，生成视频人工智能威胁好莱坞的就业和版权。据 Slate 报道，随着 Sora、Runway 和 Pika 等生成式视频 AI 工具能力的快速提升，好莱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危机和版权争议。这些 AI 模型通过吞噬互联网上的所有内容进行训练，完全无视版权保护。谷歌甚至用 YouTube 上的每个音频文件训练音乐生成 AI。今年6月，迪士尼和环球影业对图像生成公司 Midjourney 提起版权侵权诉讼，指控其无底洞式的剽窃行为。概念艺术家、动画师和编剧等创意工作者首当其冲。尽管 AI 生成作品本身不享有版权保护，但只要有人类参与，就可能获得保护，这为行业带来了法律灰色地带。2023年好莱坞编剧大罢工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限制 AI 的使用，但随着技术进步，这场机器崛起的内战愈演愈烈。生成式 AI 会否最终摧毁好莱坞的创意产业，并让数十万从业者失业？娱乐产业分析师警告，如果 AI 工具继续无限制发展，概念设计、动画制作和初稿编写等岗位可能在5年内被大规模取代。但完全由 AI 创作的内容缺乏情感深度和文化共鸣，可能导致内容质量下降和观众流失。34，热量为 DNA 电路提供数据存储和计算动力。据自然杂志报道，研究人员10月1日发表突破性研究，成功创建了以热量为能源的 DNA 电路系统，可通过升降温度循环来充电和放电。这项发表在自然主刊的研究展示了无需酶的 DNA 电路如何从平衡态恢复到非平衡态。通过加热和冷却过程，具有强二级结构的核酸分子可以驱动其他分子离开动力学陷阱。该系统能够重复存储、检索、计算、擦除和重写数据，并且不产生化学废物。研究人员成功演示了 DNA 逻辑电路和神经网络的运行，这些系统可以通过热循环自我充电。这一发现为未来人工分子机器可以自我充电的愿景打开了大门，有望解决分子计算长期缺乏 ATP 或电离般能源供应的难题。热驱动 DNA 计算能否取代传统硅基计算机并开启分子计算时代？纳米技术专家认为，虽然 DNA 计算在数据密度和能效方面具有革命性潜力，但运算速度远慢于电子计算机，目前更适合用于长期数据存储和特定生物医学应用，距离商业化应用至少还需10到15年。35，欧洲领导人警告称，俄罗斯的侵略将导致2战以来最危险的局势。据爱尔兰时报报道，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10月1日在哥本哈根主持欧盟安全峰会时发出严厉警告，当我审视今天的欧洲时，我认为我们正处于2战结束以来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局势中。
此次峰会重点讨论如何在2030年前为欧洲做好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准备。丹麦近期连续遭遇无人机入侵机场和军事基地事件，引发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的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呼吁谨慎应对俄罗斯挑衅。尽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坚称俄罗斯无意攻击欧洲，但欧洲领导人显然对莫斯科的混合战术高度警惕。这一表态反映出欧洲对安全形势恶化的深切忧虑。二战幽灵再次笼罩欧洲大陆，欧洲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会否推动其建立独立于美国的防御体系？国防政策专家认为，特朗普对北约承诺的动摇已迫使欧洲认真考虑战略自主，但欧盟各国在国防开支、武器采购和指挥体系上分歧严重，真正建立独立防御力量至少需要10年时间和数万亿欧元投资。36. 美军减少在伊拉克的任务。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军方10月1日开始正式缩减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这是根据去年与伊拉克官员达成的协议做出的决定。华盛顿和巴格达去年同意在2025年9月前结束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军将撤离一些在20年军事存在期间驻扎的基地。五角大楼强调这是任务演变而非完全撤军，反恐行动将继续进行，但美军的角色将从直接作战转向顾问和情报支持。这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年军事干预的逐步终结。但伊朗支持的武装派系仍对美军存在表示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伊拉克亲伊朗派系对美军撤离的立场有所软化，担心失去美国保护可能让伊斯兰国死灰复燃。美军缩减伊拉克存在会否为伊朗扩大影响力创造真空并威胁地区稳定？中东安全分析师警告，美军撤出可能让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填补权力真空，加强对伊拉克政府的控制，但同时也可能刺激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反扑，使伊拉克再次陷入暴力循环。37. 特朗普的关税目前影响了90多个国家和众多行业。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总统自今年4月2日解放日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基准 10% 关税以来，关税政策已扩展到影响超过90个国家和几乎所有主要行业。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 125% 的惩罚性关税，并对汽车及零部件征收 25%， 钢铝铜征收 50%， 半导体征收 100% 的行业关税。税务基金会估计，这些关税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增加近$1300的税负。尽管特朗普在4月9日暂停对75个国家的互惠关税90天，但在7月又延长了部分关税的有效期至8月。这场史无前例的关税战已演变为全球贸易体系的系统性震荡，引发多国报复性措施。中国甚至对美国商品征收 84% 的反制关税。特朗普这种关税武器化策略会否最终摧毁战后建立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国际贸易专家警告，如果关税战持续升级并演变为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将使全球 GDP 增长率下降1到2个百分点，重创供应链并推高通胀，最终让普通消费者承担代价，而无法实现让制造业回流的目标。38. 澳大利亚寻求国际投资以对抗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据布里斯班时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30日宣布将向盟友出售国家关键矿产储备的股份，以减少对中国加工能力的依赖。美国政府已表示愿意收购澳大利亚关键矿产公司的股权，作为多元化供应链的重大资金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目前控制着全球约 85% 的稀土加工能力， 68% 的镍， 73% 的钴和 59% 的锂加工。这种集中度造成了严重的供应链脆弱性。阿尔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拥有几乎整个元素周期表，无论是锂、钴、铜还是钒，我们都有丰富的资源。英国也表达了浓厚兴趣，但斯塔默首相如何在国内推销海外投资仍不明确。这一战略转型将澳大利亚从单纯的上游矿产供应商转变为对抗中国矿产霸权的关键盟友。澳大利亚能否借此机会打破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垄断地位？
资源战略专家认为，虽然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矿产储备，但建立完整的加工产业链需要数千亿美元投资和至少10年时间，而中国凭借规模经济和政府补贴，仍将保持成本优势。澳大利亚更现实的目标是建立备用供应链，而非完全替代。39，特朗普将就中国抵制大豆问题与习近平对峙。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总统10月1日表示，将在本月底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要求重启美国大豆采购。中国实际上正在抵制美国大豆，以报复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并在贸易谈判中增强筹码。中国传统上会购买美国种植大豆的至少1/4，但今年收获季节开始以来，中国尚未预定任何货物，转而依赖阿根廷和巴西供应。美国大豆协会8月警告称，北京的报复性关税正在将美国农民拒之于最大出口市场之外，价值120亿美元的出口面临危机。受此消息影响，芝加哥大豆期货周三上涨2.8%。来自农业腹地的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打破僵局，否则农民选票可能在中期选举中倒戈。特朗普能否在不放弃关税武器的情况下说服习近平恢复大豆采购？贸易政策分析师指出，中国已将大豆武器化作为谈判筹码，除非特朗普大幅降低对华关税，否则北京不太可能恢复采购。但特朗普若妥协，将被视为软弱，这让他陷入两难境地，最终受害的是美国农民。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